前一段咱们院党组一直在研究执行局的问题，执行难，不光对我们青港法院，对全国各地法院都是一道难题。执行难度大，办案人员少，积压案件多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。当初我们把执行二庭作为试点，组成了以青年法官为主的青年团队，希望用这种青年法官的热情和闯劲儿，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。这玩意儿已经去了吗？不用了。副厅长，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。说，咱们今天执行的这个玉成督导犯人岳主齐润玉，是咱们刑庭法官麒麟的姑姑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咱都是一个法院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需不需要事先跟领导打个招呼，或者跟齐法官那边来事先知会一下？反正你直接去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吗？这个案子谁判的？民一庭的张丽法官于4月公告送达，被告一直没有出庭。张法官判案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领导打声招呼？是不是也得事先跟这个齐法官知会一声？如果齐法官不同意，这个案子就不判了吗？案子已经判了，手续齐全，我们干的就是执行的工作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，咱们准备实行轮岗制，集中咱们全院各个部门抽调优秀的员和法官，以半年为单位，用轮岗的方式去执行二庭工作。唐院，轮岗制啊，就是及时雨。我们大家伙是盼星星盼月亮的，终于盼到了。您就说，第一个把谁派到我们执行二庭？麒麟，麒麟，哥早。哎呀，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行啊。哎，今天晚上真不行，我明天上午要开庭，晚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。你得了吧，明天开庭，今天晚上吃饭耽误吗？说定了啊，下了班我找你，一起走。久等了哈，慢用。哎，谁是方强？方强不在这儿，但是我儿子，我是他妈。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青港法院执行局法官，我叫楚云。哦，今天来是对中仁路5号的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前的调查工作，请你们予以配合。拍卖？不是，这房子是我的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跟他没关系啊。以前是你的，但现在不是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拍上了呢？你能不能管管他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对呀。齐润玉，你与方强在今年的1月7号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。过户？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过户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这不可能啊，怎么过户了呢？方强在1月12号将坐落在青港市中仁路5号的房屋，也就是这所饭店，进行了抵押，向快享金融贷款公司申请了抵押贷款，但未能按时偿还。快享金融起诉至我院，法院判决后，方强并未上诉，现判决已经生效，并进入执行程序。因为方强并未主动履行，法院已经裁定查封拍卖此处房产，请你们在7日之内主动腾空店面，逾期未腾空，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不，你等，你说的有点乱，我听得有点晕。什么的贷款，什么强制执行，什么还有7日，什么这误会了，弄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这整个过程我们完全都不知道，对，真的弄错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冷静，方强是你们的儿子吧？对啊。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还是想办法联系到他，问问他就清楚了。打电话，我对电话在这。哎，那个外卖好了没有啊？麻烦快点。我去拿。哎呀，不卖了。又跑了一单呀！那你们自己取消啊，免得客人投诉我。哎，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打通了没有啊？这不一直打着呢吗？他也
也不接电话呀，这个小兔崽子！咱们这第一炮啊，是一定要打响的。经院党组商议，人选的条件是有2个，第一就是业务要过硬，不但结案率要高，同时呢，被投诉率还得要低。这2一个呢是年龄，考虑到执行2厅是一个年轻的法官团队，那么我们轮岗的员额法官的年龄不宜过大，这样一是没有代沟，2呢又可以保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。上限呢定为36岁。法院，您就赶紧说姓甚名谁吧，我急死了，这要给你急的。经过研究，尽管马副院长和赵婷非常不舍，但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咱们轮岗推荐的第一人选就是咱们刑庭的麒麟同志。现在开庭，传被告人周有明到庭。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谢谢审判长。本案由青冈市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，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经依法审查查明，2023年1月20日下午18时许，被告人周有民上门催收欠款，与被害人郑小聂因还款事宜商讨未果，发生口角。周有民使用匕首向郑小聂腰部连刺7刀，致使郑小聂肾脏破裂，情节十分恶劣。苏玉女士，我们要开始工作了。法官同志，我是想跟你说啊，这房子它是我的。我侄子叫麒麟，是他买给我的。那个麒麟他也是你们青冈法院的法官，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。真的不是方强的，真的。你刚才说，这个房子不是方强的？是。小轩，合同。你看一下，这个合同上的签名。是不是你签的？我刚才看了，这个合同真的不是我签的，而且我也没转让这房子啊。你可看清楚了，啊！如果这个签名是方强伪造的，那他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。哎呀，玉啊，你忘了这个字儿就是你签的，当时我在现场啊。赶快给法官说这个字是你签的，要不然方强得坐牢。都是你管的，管孩子。这房子是我的，我不搬。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，或者有什么诉求，可以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异议，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工作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。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部腾空。我不能腾这个房啊！这个房是我的，是我的侄子麒麟买给我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是个法官，要不然你去问问他。不要跟我提麒麟，这个事情跟你的侄子没有关系。我现在要求的是你，在7天之内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。周磊啊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满意呀，我非常满意呀。那好。轮岗从报到之日算起，为期6个月。法院，别从报到开始算起啊，咱们从下个季度开始算起啊，这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，咱也好算不是吗？要不咱们从新年开始算起吧？好，法院就从新年开始算起，你好记它又方便呀。占便宜没够是吧？你知道为了派麒麟过去，我给赵厅长做了多少工作？就从报到之日算起。你喝口水。你看，阿姨，方强呢，从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一直到现在，都拒绝跟法院联系。
今天我们来是进行拍卖前的公告的。因为您是方强的直系亲属，所以请您在这个回证上签个字，代收拍卖裁定书。干什么？这字是随便能乱签的吗？啊，他说让你签你就签啊？不签。齐仁玉女士，该向你说明的情况，我们都已经向你说明了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，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叶轩，把裁定书和公告签上去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松手！别动手！我的房子就没了，我怎么跟麒麟交代？您听我的，这事儿您听我的。哎，这真不能抢，您抢了就违法了。我违什么法？你让开！是警察是吧？你说我违法，你要抓我是吧？来呀，抓我呀！这朗朗乾坤法治社会怎么了？我就不信我没有讲理的地方了。我咱不能这个样，你干！你怎么那么碍事啊？你不明白吗？这个东西往上一贴，就既成事实了，咱家房子都没了。是，问你谁敢贴？齐润玉女士，我提醒你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叶轩，贴。你干！不能拿东西，不能拿东西！不要动我的房子，我要吃给你们看！别！谁干？他不能动手！冷静！这冷静一下，来姐！一会儿找你，快！哎呀，说真话啊，万分感谢，都在心里边。周末请二位到我家里吃饭，我亲自下厨啊，以水代水，多敬几杯行不行？行了，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，把正常工作搞得跟私下交易似的。反正我心意已经到了啊。记住啊，6个月之后把人给我还回来。别马月，人还没到，先说走的事儿，生分了啊！周雷，哎，既然喝了好油，我要求你这车跑得又快又稳。我把咱们全院连续3年结案率最高的法官派给你了，那我是要成果的，您就瞧好吧。刘劲松那个案子要进行复核，程序不要出错。最新的验伤报告你要尽快给我。好的。喂，麒麟，哎，马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啊，行，我这就过去。你先忙。好。齐法官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小李？你赶紧到大门口看一下去，你姑父来了，联系不上你。你家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啊？行，谢谢。秦毅，怎么了，姑父？你忙什么呢？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你姑妈被你执行局里给抓这儿来了，还说把咱那个店给封了，还要拍卖。把店给封了？为什么？我听的意思是方强他把咱房子抵押了，人家限咱们7天把这个房子腾空。你姑妈一听这就跟人打起来了。我姑妈动手打人了？她哪敢动手啊？你说，就和他们吵了几句，说着说着就给他带上车了。麒麟啊，别的我不担心，你姑妈咱心脏不好，腰也不好，走的时候连件厚衣服都没穿。
你说住在那儿能和住家里一样吗？你赶快想想办法找找人，咱咋地都行，咱得把人弄出来呀。马院，您找我？徐法官现在不容易啊，见你一面还得3请4催的啊。正好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。好，你先坐。那你看，是我先向你汇报呢，还是你先跟我汇报？请您指示。咱们院执行轮岗制，听说了吗？哦，我知道。你很幸运啊，全院各个部门那么多年轻的法官，第一个就选中了你。我？你记住啊，你是刑庭派出去的，是我的兵，绝对不能给我丢人。您的事儿说完了吗？那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。行，你说。我姑妈家不是开了一饭店吗？今天上午执行局的人呢去执行，我姑妈呢脾气不是很好，过程当中啊就发生了一点冲突，那执行局的人呢就把我姑妈带到院里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嗨，我表弟有个案子，现在在咱们院呢，我对判决和执行都没有异议，就是我姑父说，我姑妈今天带走的时候呢，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，她呢有高血压，又有心脏病。您也知道，我姑妈对于我来说就像亲妈一样。我知道作为法官，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情，但是作为一个孩子，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问题，所以我想向您请示，我能不能去看看她？根据对比多个账户，近2个月李仁有多次赴澳门赌博的记录，金额较大。李仁案的执行拖得太久了，他跟我们纠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。像这种失信被执行人，必须坚决打击。等我一下。喂，马院长。你们今天是不是对玉城猪脚饭饭店进行了执行？业主齐润玉。是的。这个齐润玉是刑庭麒麟法官的姑妈，麒麟是个孤儿，从小由他姑妈抚养长大的。这个情况你知道吗？我应该知道吗？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孤儿，我执行前就得征求他的同意吗？哎，楚云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冲啊？这麒麟跟他姑妈的感情其实就是母子关系。现在他作为儿子，想去看看他姑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现在通知你，麒麟已经按照组织程序向我请示过了，想去探望他姑妈。这个案子我也了解了，齐润玉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，而且身体确实不太好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让你接待一下麒麟，听听他有什么诉求，绝对没有干涉你们执行局工作的意思。知道了。楚厅长你好，我是刑庭的麒麟，我能跟你聊2句吗？不能。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。首先，如果你要过问这个案子，请先去填一份插手过问他人案件登记表，交到督察部门。其次，如果你对房屋的权属登记有异议，可以去向房产登记部门了解情况。最后，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有异议，可以去执行异议部门提出异议。齐法官，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啊，我呢向我们刑庭的赵庭长已经汇报过了，我也向咱们院分管刑庭的马院长汇报过了。在来之前啊，我也请示过你们执行局的周局长，他们都同意我来见您。您是承办法官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想看一眼我姑妈。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，我父母走得早，从小呢是我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。你们执行的这个店铺呢，是我卖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给我姑妈买的，这钱是我出的，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呢是我姑妈。那我齐法官，打住打住！你的家庭情况跟本案的执行有任何的关系吗？
你的这些事情，为什么之前不向审案的张丽法官说明呢？我尊重张丽法官的判决，所以整个案件之前，我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直到你们执行，我才知道是这个结果。我今天来啊，主要是我想看一眼我姑妈，安抚安抚她。我呢，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您的，我是以一个侄子的身份来找您的。齐法官，你我都穿着法官的制服，你说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我的，你可真逗啊！为了这件事情，你找了赵厅长，找了周局长，刚才马院长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干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疏通关系，用领导来压我吗？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什么身份呀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侄子的身份还是法官的身份呀？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不会强求。咱俩都是法官，您没必要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。再说了，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执行局案件的意思。你倒是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不是来走后门的，我也不是来走人际关系的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见一下我姑妈。她身体不好，她有高血压，有心脏病。我作为侄子，我很担心她，这都不行吗？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能理解，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？齐法官，这里是讲法的地方，你跟我谈什么人情啊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欧阳露露，通知少军多配一些警力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李人跑了。是。散会。杨洋，今天我们刚带回来那个阿姨瞿润玉，可能心脏不太好，你去社区医院联系一个医生过来帮她看看。如果真是不舒服，该送医院送医院，通知留置室法警。告诉他们，瞿润玉的家属可以探视了。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是刑庭麒麟法官吗？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留置室的法警刘磊，接到执行局的通知。您现在可以过来探望瞿润玉了，因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不好，撕毁笔录，现在转到拘留室了。啊，谢谢。哎呦喂！姑妈，哎，麒麟，我在这儿呢。麒麟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姑妈给你丢人了是吧？你姑妈呀没啥大能耐，这一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培养成了个法官。我的侄子是法官，我还给关进法院里，太丢人了。你也知道丢人啊？你知道你今天做的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？那你说我好好的冲进来一帮人告诉我说你得腾房，我还委屈呢。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能抄家伙呢？要拼命啊！给你请到执行局谈话，你不能态度好点吗？还敢撕毁笔录？就你这身手，真要跟人打起来，你不给人脸上打破相了，最起码也得给人脸上抓几个猫爪印儿。人家法官可跟我说了啊，从头到尾，人家跟你都是有商有量的。我不是一听他们让我腾房我才急的吗？那等我出去了，我跟那个法官好好道个歉呗。你跟我说，这饭店，你真的没有过户给方强吗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麒麟啊，这房子是你买给我的，我怎么可能过户给他？我这房子从来没做过抵押。妈哎，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你是没抵押，那方强有没有抵押呢？
我了解过了，人家法官说了，联系不上方强，告知又没信儿，法院有证据证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方强的名下。来了，方向上呢？有手续。别补兵了，别补兵了，来。哎呦，来，没想到我不来了。一个队友没有呢。来，给我治疗。我让你给我治疗，你干嘛呢？快点！补那几个兵有什么用啊？你过来，都是帮忙！快！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？你有病啊！你再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来，有种你试试！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你不抽我，我就抽你！来呀，来，再试试！来，说，你还敢动手啊？动手！别打了，再打我报警了！别打了，再打我报警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谁呀？赶紧走开，要不然连你一块打。对不起，我是他哥。今天我们家出了点事儿，他心情不好，我替他向你们道个歉啊！对不起。你们都没伤着吧？是吧？行，都是出来玩了，谁都不想惹事儿。不过大叔啊，家里要是有疯狗，以后可得看好了，别让他出来乱咬人。他们再给我说一句！冷静！闭嘴啊！他们5个打我1个，闭嘴！冷静啊！都别生气啊！今天你们在这儿，所有的消费都我来买单。来，接着玩啊！不好意思，别生气啊！接着玩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是你拦着我，他妈弄死你们！你弄谁呀？过来！别激动！站住！李仁，别能往哪儿跑！站住！给我！李仁。别动！东北过来！李仁，你冷静。再给我让我跳下去了！楚局长，李仁，我们是青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楚云，现在对你欠款不还案进行强制执行，请你配合我们工作。你现在这样抗拒执行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如果你有任何困难，请你下来，咱们好好沟通。我没啥跟你沟通的，我也没钱还你们，躲走！我要掉下去，你们都有责任。李仁，你冷静啊，抓紧栏杆。我离远点，都下去，都下去。少军，退后，保持距离。他不会真跳吧？近期资料没看，虚张声势，1年体检2次3份医保，这么珍惜生命哪敢跳？
你躲得掉的。那饭店是姑妈的命根子，今天法院通知要执行，姑妈差点没气死了。那我妈没事吧？你还知道问一句你妈呢？姑妈被法院带走了，你说有事儿没事儿？真行，你抓的吧？不是你一法官，你能让我妈被抓进去？平时你一口一姑妈叫着，是我们家花钱供你上的大学学的法律，怎么学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？大义灭亲是吧？方强，你要是但凡懂一点法，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。但我告诉你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姑妈肯定不会有事儿，但是你就不一定了。别在这吓唬我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来来来，你告诉我，那饭店是姑妈的，怎么就转到你名下了？是，那饭店是你给我妈买的，可现在那饭店是我妈的，我妈的就是我的，早晚得转到我名下，犯法吗？犯法。今天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我没这个义务。姑妈跟我说，那房子没转给你。如果你要是伪造的话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是要坐牢的。那你抓我呀！你抓了我，你就是你姑妈的亲儿子了。来来来，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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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方强，你别给我犯浑啊！你告诉我，这事儿是谁跟你操作的？你没这脑子。抵押了200万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，不会真执行的。顶多2月，啊，你扛过去了，大把分红等着你呢。不是，可我之前那手机电话一天好几百个，催我还贷款利息。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，我这心脏直突突。我说好不容易，这电话不响了吧？法院又来找我了，这不能出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说要股份，我是不是立马跟你签协议？你说没钱，我费了多大劲，我找了多少人，我才帮你把那房子给抵出去了。兄弟，我这么大企业在这儿呢，我还能跑了啊？你自个儿说，你回来，我是不是回在这等着你？我躲过吗？我不是那，可您之前不是说，我把我贷的钱都给您，您就能帮我还贷款利息吗？可我怎么收到短信说我这逾期好几个月了呀？那贷款利息就不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还，再晚几个月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你自个儿出去问问去，哪个玩贷款的没接到过这些电话信息啊？放心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顶多再扛2月。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，哥哥那融资马上就到位了。你占那股份，那可是1000万分红啊，兄弟！你说你都马上要起飞的人了，一点城府都没有。明总，我不是不信任你，就主要我这没经历过嘛，我这心里没底。咱们现在不就是在经历吗？经历完了，是不是自然就有底了？哎，一起经历经历。董明，我说了你认识啊？我伪造，人家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大老板，人就能有这个能力给我办过户，而且文件手续也都是齐全的。我在他那儿买了10%的股份，再过几个月，整个咱青港市的健身器材都要用人家永康的。有朝一日，只要永康上市，我就是原始股东。股票值多少钱，你懂吗？你个傻！你凭什么相信他呀？我凭什么不相信他呀？那厂房地皮能跑了吧？多好的买卖啊！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，你说这是好买卖吗？这么好的事情，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？你有脑子吗？你能不能想想啊？你被骗了！哎，师哥。哎呀，齐大法官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信息不回，电话不接。这下了班了，办公室还没人。现在谱这么大吗？是不是晚上吃饭的事忘了？哟，我今天真不行，
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吧。我不管啊，天塌下来，你晚上也必须来。告诉我在哪儿呢，我接你去。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，你说这是好买卖吗？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，还能真执行啊？只要青港公寓这块一上马，你占那股份，那可是1000万分红啊，兄弟！这么好的事情，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？你有脑子吗？你能不能想想啊？你被骗了！不接我电话，董明，你耍我一个试试。李仁，你这样跟我们耗在这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现在该做的是下来，跟我们回执行局，把你的情况说清楚，把钱还上，把问题解决掉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啥情况啊？啊，我没钱，我干啥还呢？我啥情况？你没钱？这个月的4号，你去澳门赌博，你输了38.3800块，帮你前往澳门的人叫李超凡，你住的是银河酒店。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那你们也知道我输了呀？对呀，我输了呀，输了就没钱了呀，我咋还啊？李仁，法院已经限制你出境，你私自前往澳门已经属于违法行为。你是想去公安局跟公安谈，还是跟我们回法院跟我们谈？以前你们也不这样啊，怎么这涨工资了还咋的？你把我往死里逼啊！你们看看法院逼人跳楼了。我掉下去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都有责任。董明，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忙啊你？你干嘛呀？不是你疯了吧？这账本啊，这个账本，1分钱进账都没有，这叫账本？我的钱都填你那破厂子的坑了，我现在美容院的窟窿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补上？什么你的我的呀？你这美容院开张我没投钱是吗？合着以前我有钱的时候，你天天黏着我，我这刚出点事儿你就跟我翻这小账是吗？行，我知道你现在烦我了，我走啊，我走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呗啊！好啊，你走，走了你永远别回来。早知道你靠不住。那些要债的人要是再来的话，就让他们逼死我，我活该，行了吧？非闹成这样，干嘛？啊？你着急，我比你更着急。之前都是你逼我，什么时候逼过你啊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那些要账的人再来，你就先躲躲。只要扛过了这段时间，我那账面上马上就有钱了。回头把厂里那欠工人的工资这么一付，剩下的钱我不都给你啊？谁知道你这回说的是真假呀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周永民那案子马上就要判了，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他那个主审的法官，只要法官抬抬手，这案子就得轻判。回头这案子轻判了，你说他那有钱的爸爸得给我多少钱？
靠谱吗？李仁，咱们这么耗有意思吗？给我整点水喝，给我整点水。郑一，给他水。好，快点，我一会儿掉下去了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站那，你站那儿就别动啊！你别过来啊！你抓住了！哎，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我放这儿，抓稳啊！我给你放那儿，别动啊！动我就掉下去！放这儿，下去。好，我下。抓稳啊！我给你放那儿，别动啊！动我就掉下去！放这儿，下去。好，我下。少军，救人！快！大头踩着！救我！上！大头踩着！给我救我！快点！快点把我拽回去！对了，师哥，你先跟我去一趟房屋交易中心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没带表啊你？几点了？人家不下班。哦，那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房强把我姑妈家的房子给抵押了，到期还不上款，我们家要被强殖了。哎呀，你那个表弟呀，欠多少？200万。就算我马上去筹钱，那么多钱也不现实。欠那么多，我这有40万，先拿去应个急。你先还一部分，还再说。还是别了吧。你也是拖家带口的，我要借了你的钱，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啊！到那个时候，嫂子肯定会骂死你。你这废话真多，卡号赶紧给我。哎，事儿很复杂，不光是钱的事儿。算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干嘛呢？今天非得请我吃饭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呢，带你去见个人。什么人？赵令南，你多久没见了？那小子来青港了。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，先跟你联系呢？所以呢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我感觉吧，你俩关系应该也没有那么好。要算了，咱别去了。去，必须去！今天我喝水，他喝酒，我喝死他！我。哎，师哥，这个饭店啊，我只在传说当中听说过。听说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贵。哎呀，这老同学难得见一面，咱别让令南说咱们小气，没尽地主之谊是吧？也是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是你叫的我没钱，一会儿你买单。别瞅你这样。令南，哎，真有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好久没见，对呀，怎么样？瘦了啊？肯定把工作忙了。传被告人周有民到庭，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，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好，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好朋友周总，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。
楚总，这是齐法官，这是魏法官。啊，齐法官，久仰久仰，我是周志。林楠，我先走了啊，还有事儿。哎，麒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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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咱们那么多年的同学了，一起学的法律。今天如果这顿饭我吃了，你很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所以对不起，即便是同学，这顿饭我吃不起。说什么吃起吃不起呢？我能给你惹麻烦吗？这么多年的脾气一点都没变。我先让张总走，就咱们自己吃行吗？如果是我们这帮同学一起吃饭，我会很开心。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，除非你告诉我，今天你约这个饭局不是为了里面那个人。不敢办。行了，人各有志，你想做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你也别想同化我。我为什么来青港？我就是为了见老同学，不行吗？那个老东西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，我哪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觉得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还能这么虚伪的吗？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到了青港没有第一时间来联系我，而是联系魏刚？你就是怕我问你为什么来，还有哪些人，对不对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是为了帮你。你自己说，当民法官要苦读多少年？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？就那么点钱。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，你就不想报答你姑妈吗？再说了，你弟现在的案子，不也需要钱吗？你不是说你不知情吗？英楠，你告诉我，这钱挣多少算多？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你呢？你的钱哪儿挣呢？原告、被告、受害者，还是老百姓，还是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混蛋？英楠，虽然咱们兄弟上下铺那么多年，但从现在开始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。至于今天这顿饭，你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害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林楠，什么意思？能什么意思呀？毕业这么多年了，感情淡了呗，学会大义灭亲了呗。大义灭亲什么意思？不说了，咱们好好喝两杯。林楠，其实我今天也有事儿。既然麒麟走了，咱们改天再约，是呗？小曹儿，周总您好，见着齐法官了吧？你玩我呢？你组的这是什么局啊？那个法官见着我转身就走了。不可能啊！赵岭南跟我保证说没问题的。董明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儿的事情啊，你办好了，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。要是办不成，马上还钱。明白，明白，周总，明白就好。喂，嘿，你好，是齐法官吗？哦，对，你好，哪位？啊，我是董明。我知道您这人啊，一向是恪守原则，但我这有件事情，估计您应该挺感兴趣的。
您是不是有个表弟叫方强啊？对，他是我表弟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听说他可欠人点钱。你有话直说。这电话里头咱一句两句可聊不清楚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咱明天早上见面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。那可不一定吧。我呢把地址发给您，去不去在您，我候着。邢法官走。看来我没看错人，我知道你会来。说事儿。那行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现在有2件事情找您商量一下。第一，就是周有民的案子，希望您能高抬贵手，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，就是在您掌控的范围之内，轻点判。第二呢，如果您能帮我这忙，方强欠的200万。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撤回执行。你跟周有民什么关系啊？周有民的父亲周志是我重要的生意伙伴，所以这忙我不能不帮。方强的贷款就是在周志的公司办的，对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是一个系统，但不是一家公司。实话告诉你。周总掌握着好多家小额贷款公司，方强的事儿，他说句话管用。跟我做交易？话别说那么难听啊。周总让我转告你，他是懂法的，他儿子犯了法，就应该承担责任，但是责任有大有小，不是吗？而且周总愿意追加几10万的赔偿，他问过律师了。律师跟他说，他儿子会判3到10年有期徒刑，他希望是3年。如果您能答应我，方强的事儿今天就能解决。不是交易，是威胁。不敢不敢，是恳求。周总还强调，事成之后必有一份厚礼。你现在这种行为叫贿赂。你跟那个周志。最好都小心一点。我要是找到证据，我会把你们都送进去。我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。魏刚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跟我说了，虽然事先他并不知情，但他依然觉得这事伤害了你。你们能有这样的觉悟，我很开心啊！说明你们纪律这根弦绷得紧。身为法官，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，始终会被围猎。整个职业生涯中，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。我希望你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都能像昨天晚上那样去处理。马院，还有一件事情。我要向您承认错误。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，有一个叫董明的人说是为了我表弟的事情，要约我见面。我表弟呢，现在涉及到了一桩财产执行案，是民一庭张丽法官判的。之前我跟您说过这个事儿。依照回避原则，我是不该去的，但是我怕失去机会。我最终还是去了。说结果。董明和起诉我表弟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系，同时他和周有民案也有关系。他找你是什么目的啊？他要跟我做交易。他说他可以撤回对我表弟的执行，但条件是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周有民的刑期。祁烈。你确实越界了。我是真的怕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，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，
这个董明会跟2个案子都有牵连。经过了解，事实基本清晰。董明呢，用利益来诱惑我表弟，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%的股份。由于我表弟法治观念十分的淡薄，他先是以为他妈妈的房子天然就是属于他的，擅自找人冒充我姑妈，把房产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。后来法院判决还款，他又轻信了董明的话，始终拒绝跟法院沟通，导致执行局通知要强制执行。马院，这件事情比较复杂，我听得很清楚。所以周有民的案子，我申请回避。你表弟方强的事情，你去执行局通报一下。好的。还有事儿？去执行局轮岗，我不合适，请领导再重新考虑人选。昨天咱们收到了2个投诉，问题是咱们昨天就执行了2个案子，100%。新来的不会说话，闭嘴！这投诉率都成紧箍咒了，天天念，还非得跟工作业绩挂钩，影响个人进步。我这被投诉记录保持者还没吱声呢，你资深富二代，你还在乎个人进步啊？富二代怎么了？富二代就不进步了？我也有人生目标，也有职业追求，好不好？哎，说正事啊！我觉得你们想多了，我们按判决、按规定认真的去执行就够了。至于投诉，我没考虑过，我不管我控制不了的事情。哎，我严重同意叶轩说的话，我们天天面对一帮欠债不还的人，还得和颜悦色。这些人投诉我们，说明了什么呀？说明我们执行的坚决，哎，戳到了他们的痛处，我觉得挺光荣的。光荣，注意态度。对于投诉，我们要有责改之，无责加勉。要查主观原因，别老强调客观。我们执行2庭，全院投诉率第1，是事实吧？你们要正确对待。朱厅长，你好。今天不会打起来吧？新来的，把嘴闭上。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，是马院长要求我过来跟你通报一下。你真是让我开眼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很好奇啊，你们刑庭法官牵扯到自己私事的时候，都查得这么清楚吗？你们刑庭的工作一点都不忙吗？还是齐法官例外，没有别的案子可以查了？你还私下去找当事人了？这件事情，我的态度上次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咱们是同院，之前对你楚云庭长呢，我也是久闻大名。咱们非要这么聊天吗？非要这样夹枪带棒吗？法官跟法官之间的沟通就这么难吗？就不能心平气和？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么说话，就显得自己特别的正义，特别的铁面无私啊？我判案也这么多年了，我在院里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的结案率全院最高？纠正一下，是连续3年。全院结案率最高。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，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合格法官。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做到的第1条就是不违规违纪，你做到了吗？我上次跟你说过，这件事情有它的特殊性。我是个孤儿。孤儿？孤儿怎么了？
孤儿就是你违规违纪的理由吗？当我什么都没说。秦法官，我已经接到通知了，考虑到齐润玉的认错态度良好，以及实际的身体情况，现在人你可以领走了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有没有谋私，我是不清楚，你心里肯定有数。事情紧急啊！陶院长要求我们开个碰头会，一会儿10点，麒麟就要对周有明案子进行宣判了。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我的建议是暂缓开庭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判案之前，给法官送钱递话，这种不正之风也不是1天2天了。关键看我们法官什么态度。齐法官、魏法官，一没有收礼，二没有吃饭。的确，他们确实跟案件的关系人有过接触，但是他们把情况如实汇报了。那唐院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些事儿是什么感受，我是挺欣慰的。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在纪律面前守得住底线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？那照常开庭。冯丽啊，你们纪检组什么意见？周有明一案虽然与方强一案有了共同的关系人，但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，都和麒麟法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不涉及回避条款规定，也不涉及10个严禁规定。我支持照常开庭，这也可以当作是对麒麟的一次考验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事后调查，督促改正。那就照常开庭。本院认为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有明犯故意伤害罪，罪名成立，提出的量刑建议成立，本院依法予以支持。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1，被告人周有明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1日，折抵刑期1日，即自2023年1月20日起，至2030年1月19日止。2，被告人周有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小聂医疗费、交通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，共计人民币686530元，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，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，副本2份。被告人，你要上诉吗？被告人，你要提出上诉吗？我不上诉。闭庭。爸。苍天有眼呐！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你们一会儿注意点啊！好嘞。没事。玉啊，你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别干了。怎么了？祁连，让他们搬吧。来搬吧。等等，回去。大爷，搬什么搬什么大爷？这啥情况？
什么大爷？你大爷！这个家还有我的。冯大成，你干什么呀？麒麟教育我了，这法院让咱腾退，咱就得腾退。麒麟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也是个法官，你就这么收拾自己家人啊？你可真行！你没给你们院领导说呀？咱们什么关系？你这个房子不能动。大成，你想干嘛呀你？姑父，你别着急啊，咱们自己家的事我肯定得管。我呢见过方强了，这件事情一定会慢慢最后搞清楚的。等到有了新的证据，我们可以申请再审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咱们还是得遵纪守法，该办还是得办。你听明白了？作为法官的家属，咱们得支持他，咱不支持他，谁支持他呀？不是玉啊，你在法院住了一宿，你变化这么大吗？办。好，走。办，小心别磕了碰了啊！哎，好啊，别关这里边去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季法官，我董明，跟您聊聊。聊什么？咱聊聊方强的事儿。没什么可聊的。你好意思回来是吧？你好意思站在这儿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啊？你把天都捅漏了。要不叫你哥，我到现在我还在法院里被关着呢。是，那他多厉害啊！恭喜你啊，齐大法官，又给我们家立一大功。我抽死你！说什么呢你？我气你！你别打他了，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坐。这事儿不能全怪方强，其实跟我也有关系。这怎么还扯上你了？借钱给方强的贷款公司跟我审理的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有关系。之前你跟我说那董明，他找过我了，他要求只要我轻判被告人，他就可以对你的案子撤诉。等等，玉啊，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？乱什么呀？有人要放过你儿子？那不挺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？前提是让他犯错误，让他放过那个被告人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你说了一法盲，你真是。妈，我没说完呢。啊，这一开始呢，他们就是想骗方强的钱。我相信这样的事儿，他们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了。后来他们发现方强是有利用价值的，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要挟我，替他们办事儿，所以真的跟方强没有太大关系，都是我。听明白啦？啊，你听明白啦？我跟你说，麒麟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。咱就是房子不要了，你也不能犯错误。你听姑妈啊，你听姑妈的，听见没有？放心啊，这案子已经判了，我依法判的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我要说的是，咱们这房子的事儿啊，王强，不管之前你做了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按照我说的做，好吗？啊！起诉董明，找律师，把董明如何诱骗你的过程一五一十的给说清楚。另外，你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儿，你也要承担后果。我什么时候伪造了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我妈的儿子，那我妈的就是我的。我再说了，我妈那签名又不是我签的呀，是他们从房产交易中心什么给弄出来的呀。你要搞清楚，只要不是姑妈亲自带着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，那就是伪造合同。不是，那我妈，我是不是我妈？我打出来什么？你又打我，你干嘛呀？姑妈，好了，坐啊！行了，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来坐。还有一件事啊，咱们家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。
方贤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被判刑。啊？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有很大可能会是缓刑。缓刑影响找媳妇吗？影响，说不定还会断子绝孙呢。冷静啊！喂，谢法官，周有民的案子已经判了，这回咱们可以见面了吧？我请求您见我一面。把地址发给我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我要跟您道个歉。你们家饭店的事儿，对不住了。根据判决，饭店已经腾空了，很快法院就会拍卖，然后再还清那200万的欠款。你有什么可对不住我的？这事儿可以商量，没必要闹成这样啊。心虚了？我虚什么？欠钱的又不是我。那你干嘛要约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欠钱的有可能是受害者，借钱的没准呢是下套害人的。小额贷款公司是怎么引诱方强签的房屋抵押合同，是怎么造假过的户，又是怎么签的转让协议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你卖给方强股份，同时又给他介绍小额贷款公司，你跟周芷这么熟，在这当中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，你心里也很清楚。200万的抵押贷款，左手倒右手，1分钱不出，还白赚一饭店。现在骗子都那么猖狂的吗？您可是法官，你说话得讲证据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。到那个时候，方强会起诉你。哎，等。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办，社会对方强的执行可以，但我那10%的股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依法办啊！你别打官腔行吗？方强跟我说，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已经签了，但是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审批程序，可以申请终止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那你让方强来找我一趟。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，你要找他，你给他打电话。另外，我提醒你啊，以后遇到案子，不要再想着找法官腾了。这说的不好听，是行贿，罪加一等。是不好听。谢法官，您看，现在您的饭店拿回去了，我那股份也收回来了，咱们各退一步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行吗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最好盼着，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，听明白了吗？谈得怎么样啊？黄了。怎么说黄就黄了呀？这主审的法官姓齐，人不是一般的重，关键是脑子还特好使。现在不但不能运作了，我还得赶紧找人去撤诉，否则连我自己都可能牵扯进去。哎呦，这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应该是都够了，浴液，那个牙膏2桶，这个香皂，这也得省着点用啊。
洗头膏、洗面奶。你看看他拉锁还能不能拉得上？你再塞点儿。能拉上。羽绒服你还弄个红的，你打算出去旅游啊？你那个到里边好好听管教的话，没亏吃。来，麒麟，哎，你回来正好啊。你看，他这些东西里边都是让带吗？你给他准备的啊？谁说他要进去啊？不你说的吗？我还说你有可能缓刑呢。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张口就来啊？行了，把这东西都拿回去吧，该放哪放哪啊！你们呀，把心放进肚子里。我正式的通知一下你们，贷款公司呢，已经答应撤销执行了，就等着走后续的流程了。不是，你别流程马程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咱们家这饭店可以不用执行了，房子可以拿回来了。不是你真的假的呀？这我能骗人吗？但是呢，方强，你这事儿没完啊！明天呢，你自己去趟法院，找执行局的楚云庭长，问清楚你这件事情后续到底怎么处理。你甭管怎么处理，一他不用进去了，二咱房子回来了。玉啊，我去整2个菜，咱们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啊！我帮你，来，给我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给我记住了，这次是你哥救的，你但凡有下次，我就亲自把你送进去。他们不收，我也把你送进去。记住了，你可真是我亲妈。少贫了。对不起啊，师傅。在这儿你是师傅，没什么对不起的。其实事前我就知道要去执行你姑妈的罪，但是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没跟你说。你做的对，如果你提前告诉我了，你就违反纪律了。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对，是不是因为你姑妈的事儿？不是。那你烦什么？轮岗啊，我连续3年全院结案率最高，这一轮岗4连冠就没了，这都没什么，最重要的是。执行局的那个女庭长好像故意在针对我，很难搞。你别这么想，他是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，骨子里也挺爷们儿的，你俩肯定能处。无所谓，半年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觉得你来执行2厅挺好的，最起码能多帮着我法考。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？就光顾你自己啊！我一堂堂刑庭法官。我跑到执行局跟他们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，我想着我就来气。你说谁婆婆妈妈？我天天跟着婆婆妈妈的人一块执行，我觉得他们挺棒的。啊？不让麒麟来了？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去的。我找他去。哎，你坐下。你还让不让人把话说完了？你这。麒麟跟我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儿，就是他姑妈家要被执行的事儿。他觉着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办法跟楚云处理好关系啊。当然，咱们这个轮岗制还得进行下去。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咱能不能换个人？不能换。唐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当年麒麟来法院的时候，就是我带的他呀，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，专业过硬，热心快肠，原则性又强又灵活，这是一名得力干将啊！不是怎么，院领导都已经定下来了，现在想说换就换呢？我是怕影响工作嘛。绝对不会。你呀，踏踏实实把麒麟交给我啊，我保证处理好他跟楚云的关系。楚云那个犟脾气，
你做得了他的主？我是局长，我说了算。你故意的吧？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找唐院长啊，这个人我不要。别，有什么话你慢慢和我说。你找什么唐院长？我告诉你，麒麟这个人我坚决不要。我们执行二厅是人手不够，积压案件多，投诉率也高，但你也不能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吧？周局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作为当事人家属来找我，我就瞧不起他。你们要说这件事儿他一点没有违规，一点没有私心，那你就是包庇。我知道他跟过你，你喜欢他，但跟过你的不一定都是好法官吧？你现在让他来干什么呀？捣乱吧！你看看你这嘴，跟个机关枪似的，叭叭叭叭叭叭叭的。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。来，我不做。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啊，的确不太凑巧，影响了你对麒麟的看法，这很正常嘛。可是楚云，你仔细想一想啊，整个过程，麒麟是不是守住底线了啊？是接受考验的。看一个人啊，要从大局出发，从长远看，你不能就这件小事不放啊。小事儿，好，我不跟你争。既然你这么看重他，他要是敢来，你就让他来。这是你说的啊？对。他要敢来，你就敢要。我也有条件的，别6个月轮岗制搞得跟天大的恩赐似的。来我们执行二庭也是有门槛的。他要是敢来，试用期1个月，如果不符合要求，随时让他滚蛋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周局好。哎，来的正好啊！来，你们2个人啊，一个敢来，一个敢要，都是好样的啊！周局，哎，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。周局，我刚才法院都跟我说了，说你态度非常好，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啊！我不管你们2个人之前有什么矛盾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精诚合作，风雨同舟。来，握个手。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